一个个都丧着脸，怎么卖出去珍珠啊？我告诉你们，这儿来的都是达官显贵，要是被客商看中了，那以后就会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。都听清楚了吗？听到了。端午，干什么呢？快送！谁想做压轴的猪鸡？我可以。此猪500万钱，谁能卖出500万钱。崔总管，我愿意一试。他们都不敢，你为何夸口啊？这颗巨型砗磲珠是我采的，我不愿意让它明珠蒙尘。你可知道历年珍珠最高价是多少？知道，400万钱。不过崔总管说了，此珠值500万钱，便就值500万。好一个伶牙俐齿，又想讨赏吧？崔总管，若今日我卖到了500万钱，端午只求2份放毒文书，1份给我，1份给拉拉。你是真够机灵，就是心思太活，过分的都快让我忘了你是个猪奴。700万钱，给你放毒文书，卖到700万，你走；买不到，打死。让你在手掌。崔总管，这么爱出风头，端午，他是不是指着入哪个富商的眼了？看谁为他一掷千金。700万呢？谁能出700万？700万，那为他赎身不也轻而易举了？这颗珍珠真好看啊，是不错。我觉得我的这颗也很亮。看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以后让他好好表现。700万，直接等死算了。就是，我倒要看看700万他怎么卖出去。他们有什么本事啊？竟是一些小手段。咱们野花啊，跳舞可要好好表现。那是自然。放心吧。下一组猪鸡入场。
玉佩撼清风，瑶光浮白，珍珠润。今日压轴珍品：砗磲珠磬血，万邪不侵，足重5钱，底价300万。砗磲珠可是很珍贵的，这磬血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小猪鸡满口胡话，一句真话都没有。采珠不易，卖珠亦不易。程郎君真是好人。彭公气宇非凡，豪气云天，此等珍宝，当属彭公。彭公，有幸参与一二。砗磲磬血确实珍贵，我愿出200万钱。起价300万钱，彭公，言笑了。哎，崔总管，彭公的意思呢是此珠完美无瑕，还要加价200万，是吧，彭公？原来如此。小女多谢彭公，多谢燕郎。不过此珠并非是无瑕，还打自己的脸？这不是一般的瑕疵，而是生人血。此砗磲珠是小女摘的，摘珠的伤口如今无法愈合。就像小女所说，砗磲珠磬血，万邪不侵，这便是砗磲珠的奥义。砗磲珠是真的，怎么沾血了就万邪不侵了呢？就是，瞎说呢。今天我也带你来见识这珍珠会了，那我们的赌注，之前是张某大言不惭了。张郎君果然爽快啊！这珍珠呢，我倒不是很喜欢，但这盒子绝非平常人家能拥有的东西啊！多谢了。张郎君如此阔爽，这样，我帮你帮那个小猪鸡。佛家七宝便有砗磲，等闲砗磲乃是凶物，采之不祥。但如若沾了人血，那便有了辟邪之名，的确称得上辟邪珠。我燕某愿出价600万。600万，再珍贵也不值600万钱吧？就是，从来没有这么高的价呀！这难道真能辟邪？哪能知道万邪不侵？就算是600万，就算还有这功效也不值。见好就收。多谢郎君好意，我赌的是命，而非是一颗珠子。区区600万，燕郎就想从我手中拿走这颗稀世奇珍，教人类。崔总管，你这猪鸡不怕张口就来呀？一会儿辟邪珠，一会儿又成了教人类。这《搜神记》有云：“南海之外有鲛人，水居如鱼，不费之计，其眼气，则能出珠。”
喂，阎王乃康国贵客，已经出价600万钱，此珠当属崔总管，教人气馁，泪落成珠。教人泪，第一命。张郎君，小女请张郎君品鉴。卖到700万，你走；买不到，打死。此珠如此珍贵，那我就出700万钱。700万钱，万邪不侵也不至于这个价。张郎君，700万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！谢郎君。此珠张郎君出价700万，归张郎君所有。这柳叶金，非寻常人能拥有，是燕某失礼了。崔总管，还望不要言而无信的。这么轻易就自曝身份，不敢大用。他若不是这至真至善的样子，这件事儿还真不敢交给他。那还按原计划行事。是。啊，对了，我刚才看见一个脸上有疤痕的女人，你帮我找到她。故人。是。张郎君，朱奴端午，见过郎君，谢过郎君。端午，仲夏端午，是个好名字。哦，仲夏端午，苍龙七宿飞升正南中央，是全年最重症之事。我没听过。端午此时来找张郎君，只是想要感谢你，感恩张郎君。张郎君对我恩重如山，那些都是举手之劳。对张郎君而言，是举手之劳。不过对端午，定是大恩。不过郎君不要多疑，端午只是想说，若有一日用得到端午，端午定会都在所不惜。那就等着端午日后相助了。我们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哎，对了，其实我初来此地，可否带我在这合浦一游啊？如果不方便，就算了。并非此意。不瞒张郎君，我并未去过合浦，我本是猪奴，出不了猪场。你从未离开过猪场？那也好，那就带我在这猪场好好转一转。这就勾搭上了。赢了赌约，很是开心。当然，我可以离开猪场了。那之后怎么打算？之后，我想带着姐妹离开合浦，做个货郎。就一个小货郎？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，是大货郎。那崔总管不会为难你们吧？我会小心的。哎，对了，张郎君，你从何处来啊？
我，嗯，长安，是那个很远的长安。距此处3000里。长安什么样子啊？这事儿你可算问对人了。长安的班正坊那诗书古籍不知凡几，还有那复兴坊，那里的湖饼是一绝呀。湖饼啊！以后你要是去了长安，水盆羊肉你一定要尝尝。还有那西施的胡人，高鼻深目，胡姬善歌善舞。哦，对，我们那儿还有个风俗，就是把自己的心愿写在木牌上，然后挂在祈福树上，就能灵验。祈福树长什么样子？可惜这儿没有。这自然没有。没关系啊，心诚则灵。不如就这棵树吧。来，你有什么心愿？自由，我想要自由。好。自由。这样便好。你先祈福，然后我帮你放上去。多谢张郎君。愿你心如明镜，所愿皆所得。咱们今天应该喝点儿。如今这崔定还未落网，他去哪儿了？一个小猪鸡杀了彭武，崔定捉人去了。事发突然，我们的人没跟上。就是那个卖车巨猪的小猪鸡，叫端午。端午。这第一步已经迈出，没有回头路了。人生从来就没有回头路。如果有的话，你现在还在马上快意驰骋江湖呢。而我呢，不敢想。咱们不想回头路，咱们想往后的路。彭武死了，珍珠楼被烧，公主的缺额，崔家补不起。你说这崔定后面会有什么动作？如今他需要一艘船，刚好我有。这条船几年前你便安排在合浦运营，论谋算，无人及你。我这一生只做一件事，心无杂念，自然无人能及。金子是假的。是啊，你让我融成小块，结果发现全是假的。燕子金，你现在干那个石九良现在在干什么？他在到处看着呢。你去给我看着他。今天晚上咱们俩跑路。算了，你得带上我呀！我对你忠心耿耿，不能抛弃我。崔家好，现在离开你，
我是寸步难行。快去，先生快！你走，你杀人越货都没人知道。这火真的是那个贱奴端午烧的？确实是。蠢货，无能！是我们无能，我们无能，我们无能。武器，一个小小的猪奴，他怎么可能把猪场烧成这个样子？崔定呢？崔总管不见了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十九郎，我们刚刚还在一起，他说要带我走。师长，全河部的人都认识他，他跑不了。捅了这么大篓子还想逃？他逃不出河部。给我搜！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到我，可好些了。多谢张郎君，有救我一次。举手之劳。你看什么呢？很美。是啊，此番到河府，我见过许多壮观的景象，都是我之前未见过的。有日出、夕阳，哎，其中最有意思的，就是我路过珠穆海时，有一群采珠者跳入海里又跳出来。张郎君，只有人深潜入海，才能取得珍珠，后辈才能得珠。其实这海面上什么都没有，鲛人也不会耗费力气逾越出水。那他们这又是在做什么？张郎君想知道，或许是鲛人在躲避食人绞杀，又或许是同类相残。我知他们躲避绞杀，怎么还能同类相残呢？难道在你们猪场采不到猪就活不下去？这世人只知鲛人类棺材一役，却不知这其中埋葬了多少采珠人。老我，你恨珍珠吧？对不起。张郎君何须说对不起？此事都与你无关。这一夜太长，天翻地覆，可一觉醒来，一切如故。怎么会一切如故呢？毕竟，你想要的自由不是得到，这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生，都会过去的，也都会好起来。但拥有的时候珍惜，失去了之后怀念这份美好，这样我们心中不才能多多少少留下点不一样的东西。这一切的一切，便就可以这么过去。张郎君，你是诗人，空闲之时，可否写一首采珠的诗，让天下人都知道采珠之苦？好，一定竭尽全力。
写一首好诗。多谢张郎君相助，端午先告辞了。如若还未想好去处，不如暂且留在我身边。端午还有未尽之事没有完成，但若留在张郎君身边，便就不是我想要的自由了。也是。但愿这未尽之事只是个小火了。小火了。下面有消息了吗？阿紫，崔定跑了，现在所有人都在找他。跑了？嗯。走。阿紫，去哪儿？排一下队，别着急啊！排队上来，上！往那边走，你去那边。走。现在崔定跑了，合浦大乱。虽然崔十九在极力控制局面，但还是没能压住珍珠楼被烧的消息。贡珠如何了？崔十九对外放出的消息是贡珠完好。这个崔十九，临危不乱，当真是有些手腕啊！他现在已经下令全力抓捕崔定，生死不论。不管那个珍珠楼是不是崔定所烧，崔家一定要给朝廷一个交代。这份圣人之怒，总得有人来承受。康统领，船上的所有商客都安排到其他船上了，只有……我白为崔氏卖命这么多年了，就差那一箱子黄金。燕子京，别让我再碰见你！我就说，还有漏网之鱼。为什么不出招？他们都不见了，急需输给启心渊吧？肯定赢了呀！公主，我们这次能打败明宪吗？
这个空间限制了我的灵力，连战甲都无法维持。此人不简单。极星渊的斗者竟有此等灵力，你到底什么人？都被困在我的灵犀井里了，还能说出这种话？我就算在你的灵犀井中，灵力减弱也照样赢得过你。是吗？果然是战神啊，竟然以血幻化兵器。我只会赢，我只会这一件事。谁都会输，凭什么不能是你？此次两境会，极星渊胜，是为上境；瑶光山为下境，福泽降临。公主，我们赢了！我果然没看错人。输了还有脸出来？就是，都怪他，没有脸。就是，你说到手的福泽就这么没了？没有福泽，瑶光山就会灵光暗淡，大地干涸呀！没有福泽，连灵石都画不出来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是啊，你不配当我们的战神。我是瑶光山太子明宪，13岁起参加青云大会，连胜7年，却像从未赢过。明宪，明宪，你怎么了？而且，
我灵脉断了。怎么会？看着像中毒，好生厉害的毒。是他，卑鄙小人！母后，我命你走，即刻离开瑶光山。母后，您这是要驱逐我吗？你的灵脉一断，再要留在瑶光山，是想死在觊觎太子之位的人手里吗？母后，我一定能修复灵脉。瑶光山失去的，下届青云大会，我千倍万倍讨回来。我对你一定还有用，你千万别赶我走。明宪，你听好了，我不是要赶你走，是要你好好活着。可笑我这半生汲汲营营，如履薄冰，教你从一出生就用这无相秘法扮作了这个太子。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普通的小仙子的。这道至强至密的障眼法，让你在所有人的眼里，都只是一个男子的面貌。可是现如今，你的灵脉一断，一切都成了空。明宪，留在瑶光山，并不是一条生路。我放你走，你撤去无相秘法，恢复你本来的样子，谁都不可能认出你来。好好活下去，永远别再回来。母后放心，我定能修复灵脉，重返青云。季仙君，我去找别的仙君了。这可不许。季仙君还真是把花月夜当家了。这青云大会一落幕，你就来了，在这流连的时间可比我都久。我辛辛苦苦出战青云，不就是为了今日？要什么有什么。明明是我有什么，季仙君就要什么。是吗？那你有什么？季仙君，吃颗葡萄。花月夜，这么多仙子等着我呢，我总不能厚此薄彼吧？多谢季仙君。大人，请。季伯载这小子，赢了青云大会后，日日花天酒地，寻欢作乐，果然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。2个月了，我都无法近他身。今日他得封青云斗者称号，大摆宴席，我定要抓到这个接近他的大好机会。我听姐妹们说了青云大会的事儿，你也知道，这种地方嘛，一件事能被传成几百种模样。仙君在青云大会上表现英勇，所向披靡。那一看就不是那种
会被区区明县一招击败的普通人。会传我这种话的，是不是季伯仔？不，仙君。季伯仔他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。这和季仙君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你为何会同我讲这种话？仙君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就现在，啊！先引他英雄救美，我再顺势接近。打扰了，不吃这招。你该不会以为能找到季贤君为自己撑腰吧？孙贤君，你误会了，你那事儿季贤君一个字都没跟我说，你可千万别怪他。季伯仔，是不是你传的我在青云大会的事？你一个沉冤罪囚，莫名后天得了灵脉，还攀上天机公主当了斗者，怎么只敢在背后嚼舌根，这么上不得台面吗？孙良，其实你挺厉害的，怪就怪明宪打快了点。你。可惜啊，又差了一点。怎么今日又看到季兄为了一个小仙子，同人大打出手啊？孙良，今日是季仙君的庆功宴，莫要胡闹。哎。算你走运。这小子真难接近，我得再想想办法。季贤君，酒菜已经备好，可以开席了。恭贺季贤君赢得青云大会，能否有幸敬你一杯？季贤君在青云大会上的表现如此英勇，为我们吉星渊赢得了福泽，今日难得一见，在下敬你一杯。师父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徒儿，你青云大会受的伤给我看看。师父，我不知道中了什么毒，灵脉断了。你听我说，你中的毒名叫离恨天，中此毒后，有灵脉者灵脉尽失，无灵脉者反会生出灵脉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催动灵脉，否则就会加速毒发。这个印记叫离恨花，等着七瓣全部凋落，就是你元神寂灭之时。所以，这1年之内，你们必须要找到解药黄粱梦，将它服下，修复灵脉，方能保住性命。既然是季伯仔下的毒，那他手中可能会有黄粱梦。你去吉星渊找季伯仔，处理完追兵，师父会来找你们的。他不吃外食，是怕别人给他下毒。果然，心黑的人看什么都黑。寒风君到。哎呀，不用拜。本君最讨厌这些繁文缛节，都把手放下。以后你们都像伯仔老弟一样，无论在哪儿见到本君，都像见到老朋友一般，这样多好啊！啊！寒风君这是点我呢，我哪敢造次啊？从前做醉囚时，连贵人的灵宠都要下跪，现下混好了，便只求一个不弯腰。本君就喜欢你这个脾气。今天是伯仔老弟你得封青云斗者的好日子。特带了些薄礼，以表心意。你那乌龟海啊，煞是冷清，
仅有的伺候也是年事颇高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本君的小侄女天机也是个不懂事儿的，她虽然掌管着吉星渊的寿华判宫，却仍然当不好这个尊者，都不知道给你安排个人。今日本君给你送来2位婢女，日后管账洒扫你尽管吩咐他们。本君这份薄礼，你可还满意？寒风君对我的无归海，听得也太紧了吧？他们吉星渊内部果然也有隔阂。不是我不领情，今夜好歹也是天机公主为我办的宴席，可寒风君却突然带了2个人过来，我这要是收下了，那岂不是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吗？你不敢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，反倒是不怕得罪本君呢。老弟，这份薄礼，你当真不收吗？将军送的礼，季仙君竟然不收，竟然拒绝了，这不折了人家的面子吗？机会来了！不可以，大人才刚刚答应我要带我回乌龟海的。我方才说过吗？说过。许是之前答应的太多了，都不记得了。那不如季兄将这3人一同带回去，也算是一段佳话呀。对呀，是啊，一起带回去不更好？这个主意好，本君这就亲自派船车将你们一起送回去。好，带回去。对，带回去吧。是啊，带回去。不行，装不下。虽然无归海地偏，但毕竟是赏赐给季县君的，幽景开阔，我看多来几个也装得下呀。对呀，是这个主意好啊！季仙君带回去正好，这正好，这是对。且慢，诸位，我无归海可不是什么鱼塘，更何况在下精力有限。不如这样，3位仙子，我有一题，你们谁回答的最符合我的心意，我就带谁走，如何？这真是个好主意啊！就这么办吧。既然是来我处伺候，我的乌龟海豢养的是何种灵兽，你们该如何照顾？乌龟海是死水，能有什么？可我若答对，岂不显得我有备而来？你先来，就你。乌龟海。江河湖海的大小鱼塘，那肯定就是些乌龟、鲍鱼、虾什么的。大人，我对你一片心，比灵兽更忠诚，比乌龟海的水更深。你来。乌龟海是吉星渊死水，什么都养不活。整个府中连一只灵兽都没有。好无知的仙子啊！你当真了解季仙君吗？知道他的喜好吗？大人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我肯定答对。什么都不懂，再给他一次机会也是白瞎。大人，还有脸要机会？哎，这位仙子一直在纠缠季仙君，难道是季仙君看不上他的？那2位仙子这么了解季仙君，肯定选他们啊！哎，韩风君选的人准没错。我选他。你想的？我知道了，怎么选他了？我乃醉囚出身，便更知道世上万般皆虚幻，唯有真心不可负。这位明义，这位明义仙子视我为她的意中人，对我一片痴心，我怎能辜负了呢？你放心，我绝不负你。这2位仙子，那今日就只能怪我们没缘分了。
不好对付啊。不过这算是成了。主上回来了。大人，这一进门就给我戴上丝带，到底是为何呀？我喜欢。启禀寒风君，季伯宰把那仙子抱进房间了。大人，这外边天都快亮了吧，还不给我摘下来？大人，今晚你大费周折，演了出欲擒故纵，就是为了跟我回乌龟海吧？你如愿了。大人看出来了。辛苦了。戏一出接一出，送走一双，又来一个。难为你和孙辽暧昧默契的演了一场。大人，你这么说就过分了，你千不该万不该听孙辽质疑我的真心吧？这倒也是。你能帮我把这解了吗？我不喜欢这样，像在审问我。回答我的问题。莫非大人就喜欢这样绑着的问法？平时表面看不出来啊。多谢大人。大人，我想跟你回乌龟海，不是很寻常的事儿吗？沉冤醉囚，一战飞升，你是极心渊的神话，是花月夜姐妹最崇拜的人啊！我一心向着大人，大人却这么冷冰冰的对我，这真是太伤人了。以后不许这样了。你叫明义。大人心里有明月的明，大人是我意中人的意。你来花月夜前是做什么的？这还是要生我呢，说多错多，得想个法子堵住他的嘴。我家以前是采药为生的，父母双亡之后，就来了花月夜。那你大人问我这么多，可是怀疑我，我看就是不喜欢我吧？那不喜欢我为何带我回乌龟海？没事吧？
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。不是吧？这么厚积？行吧。二七怎么回事儿？怎么还没好？外面着火了，我去看看。哎呀，大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主上，后山的小楼着火了，还请您过去查看。这可得去看看。哎。 我怎么能放心让你跟着去呢？乌龟海你一处也不认识，出了事可怎么办？不会说是……这道结界，除了我跟荀婆婆，谁都进不来，而你也出不去，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了。等我回来。嗯。你小子！ 你现在灵脉已断，只能跟普通人一样，拥有少量法力，使用简单的法术，以后就别逞强了。知道了。但是吧，蛇师傅不是说不让你用灵脉吗？万一离恨花断了怎么办？只用这点灵力，不至于催动灵脉。这个结界复杂，只能我来破。我不就让你搞点动静，阻止他留宿而已吗？下手那么重干嘛？我也纳闷呢，我就按照你说的，在远处那个小楼，略施法术就燃了一簇小火苗，不知怎的这火就变大了。我还在想，不应该啊。算了，趁他不在家，赶紧动手。东西呢？这明义以来就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主上放心，老身一定彻查起火因由。不必，天火而已，不必惊动外人。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，还得再应付一会儿。这衣服怎么就这么几层？不修点个火，怎么还没好？火我慢慢灭。
在吉星渊这2个月，我们已经调查到，季伯载的灵脉就是用离恨天催生出来的。使用了离恨天，若没有黄粱梦解毒，就必死无疑。既然那小子还活着，那他就一定有黄粱梦。不在这儿。也不在这儿，能在哪呢？离恨天和黄粱梦是双生的毒药解药，以你的毒血为引做出来的法器，按理来讲不应该找不到啊。去那边瞧瞧。主上，小心台阶。他们要回来了，你赶紧找个地方。你居然自己跑了！我们出去这么久，也不知道那小仙子有没有乖乖等着。禁足结界破了。主上，他不在房内。